一说到《白蛇传》，大家肯定会想到赵雅芝老师那个温柔美丽的白娘子，她为了报恩下凡嫁给许仙，结果被法海这个坏和尚拆散，上演了一场悲情大戏。但是呢，《白娘子传奇》这个电视剧可是经历过超级魔改的，而白娘子这个人物也是被洗白的。原版的《白蛇传》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又是怎么在1000多年里变成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呢？今天呢，咱就来聊聊各个朝代不同版本的《白蛇传》，以及这个经典故事的演变过程。《白蛇传》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那个时候有一部讲各种妖魔鬼怪的小说合集叫《博弈志》，其中有一篇叫《李黄》，讲的是一个发生在长安城的灵异故事。就说有一天晚上啊，有一个叫李黄的人像往常一样在长安城的街上溜达，不经意间他就看到迎面走来一个女人，这女人穿着白色的裙子，特别的显眼。李黄就多看了一眼，这一眼不得了，他就看到这女人长得实在是太美了。李黄是当场就上头了，就跟在这个白衣美女后面是一边走一边想着怎么搭讪，而美女好像也注意到了他，就回头冲他微微一笑，然后继续往前走。就这样，李黄跟着白衣美女就到了一座宅子前，美女推开门走了进去。李黄当时也犯嘀咕，但是美色当前，什么顾虑都抛到九霄云外了，紧接着也走了进去。宅子里还有个穿青色衣服的中年女人，看起来像是仆人。两个女人对李黄特别热情，好酒好菜的招待着，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李黄觉得自己是撞了大运了，能遇到这种美事儿。就这样，他在这个宅子里连住了3天3夜，过得那叫一个快活。到了第4天的早上，李黄终于想起来还得回家呢，美女也没拦着他，就很温柔地送他出去。到家后呢，家里人看见他回来了，赶紧就问他这几天去哪儿了。李黄也没瞒着，就把这几天的事儿说了出来，然后就觉得头晕，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是过了好久，李黄还没起来，他的家人觉得有点不对劲，就在房门口喊他，可是喊了好久，房间里没有回应。家里人推开房门走进去，看见李黄还躺在床上，被子盖得好好的，是一动也不动，然后就去伸手拉被子，就在被子被掀开的那一刻，房间里就爆发出一阵尖叫声。只见李黄的身体已经化成一滩粘稠的血水，而李黄的头就孤零零地躺在枕头上。这一般人哪见过这个场面，当时就吓傻了。后来他们就想起李黄回来时候说的话，就按照李黄之前走的路线找到了那座宅子。可是到了地方一看，哪有什么宅子啊，眼前就是一片荒废的院子，杂草丛生，破败不堪。院子的中间有一棵大树，枝叶茂密，看起来也是有些年头了。大家正纳闷呢，旁边走来一个路人，就问你们在这儿找什么。李黄的家人就把事情说了一遍。路人听完是脸色大变，然后说这地方常年没人住，因为这院子里有怪物，经常有人能看见一条巨大的白蛇在树下盘着，所以没人敢靠近这个地方。李黄的家人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李黄是被蛇精给害了，而那个漂亮的白衣女人根本就不是人，是一条修炼成精的白蛇。他用美色引诱李黄，把他骗到这个荒废的院子里，然后用了3天3夜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吸干了他的精气，把他的身体变成了血水。所以在唐朝时期，白蛇这个形象就是个害人的妖怪。后来这个故事传到了宋朝，一些说书人就改编了这个故事，就出现了《白蛇传》的第一个雏形，叫西湖三塔记。地点也从长安搬到了杭州的西湖，男主角改名叫西宣赞。这个名字的发音就跟后来的许仙有点像了，但是这个版本里白娘子依然是个妖怪，而且口味更重，甚至还要吃人。宋朝的版本里，这个西宣赞是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杭州西湖边上做点小生意。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了一个美女，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带着一个丫鬟。这女人就来跟他聊天，对他很是热情，然后邀请他到家里坐坐。西宣赞就跟着去了。到了女人家，他发现这里一共住着3个人，一个是白衣美女，一个穿青衣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年轻丫鬟叫卯奴。3个人对他特别好，又是摆酒席，又是唱歌跳舞。可他不知道的是，这3个女人正偷偷的商量怎么吃掉他。但是这个叫卯奴的丫鬟就觉得西宣赞人还不错，就不忍心害他。
结果就在当天晚上，美女准备动手的时候，卯奴偷偷的跑到西宣赞的房间，把他叫醒，小声说：“快跑，他们要吃你。”西宣赞是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上穿鞋了，光着脚就往外跑。白衣美女发现了，就在后面追。西宣赞是一路跑一路喊救命。他跑到西湖边，正好就遇到了他的叔叔。他叔叔呢是个道士，叫西真人，正巧在湖边修炼，看见侄子被妖怪追，西真人就施展法术，跟3个女人打了起来。最后西真人的道法更高，就把3个女人打回了原形。她们分别是一条白蛇、一只乌鸡和一只水獭。西真人把它们装进一个铁罐里，然后施法在西湖里变出3座石塔，把铁罐压在塔底下，就镇住了这3个妖精。这就是西湖3潭印月那3座塔的传说由来。你看，这到了宋朝，故事的基本框架就出来了，有西湖白蛇和镇塔，但白蛇依然是反派，而担任救人的是道士。那这故事降妖的人是怎么从道士变成和尚的呢？这就到了明朝的版本。明朝出了个大文豪叫冯梦龙，特喜欢收集民间故事，他编的《警世通言》里收录了一篇文章，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个版本里咱们熟悉的人物就都凑齐了，男主角叫许宣，女主角是白娘子丫鬟叫青青，还有一位金山寺里的和尚法海。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青青还不是青蛇，而是西湖里修炼的一条青鱼。冯梦龙这个版本最大的进步是白娘子不吃人了，她真的爱上许宣了，有了人性，但她的妖性还在，她不懂人间规矩，想对许宣好，结果全是好心办了坏事。许宣当时开了个小药铺，生意不太好，也没什么钱。白娘子看在眼里，心想我得帮帮夫君，于是她趁着夜黑化成一缕白烟，飘到官府的库房，就偷了一大笔银子出来。第二天一早就兴冲冲的拿给许宣看，他说：“夫君，你看，有了这些银子，咱们就不用为生计发愁了。”可是许宣看着这一堆银子，顿时就吓坏了，急忙问到这银子是哪儿来的。白娘子就说从官府的库房拿的。许宣差点吓晕过去，赶忙把银子藏起来。官府发现库房被盗后呢，就到处搜查，很快就查到了许宣的小药铺，结果被判盗窃打了一顿板子，还被发配到了苏州。许宣心里那个委屈，我好好一个本分人，开个小药铺，结果娶了个不懂规矩的老婆，摊上这么个事儿。到了苏州后呢，白娘子又追过来了，毕竟她只是不懂人间的规矩，也没有什么恶意，俩人就又生活在了一起。后来白娘子又发现许宣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她又趁夜去城里最大的绸缎庄偷了一大堆上好的绸缎，是连夜给许宣做了一身新衣服。第二天早上，许宣醒来，看见床边放着一身崭新的华丽衣裳，心里就又咯噔一下。许宣就硬着头皮问：“这又是从哪儿来的？”白娘子就说是在城里绸缎庄拿的。许宣一听是心都凉了，但是许宣想一身绸缎衣服而已，说不定没人发现，就穿着新衣服上街去了。结果是好巧不巧，正好就碰上了那家绸缎庄的老板。老板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场就把许宣扭送到官府，许宣又被抓了，这次更惨，判得更重，直接发配到镇江。到了镇江，白娘子第3次跟了过来。许宣这次真的忍不住了，他对着白娘子发火，是给他一顿臭骂。白娘子听了，然后温柔的表情瞬间消失，就冷冷的对许宣说：“我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你，你还在这儿埋怨我。”然后又说：“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这儿了，你要是老老实实听我的，咱俩高高兴兴的，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要是把我惹急了，我就发大水，把全城的人都淹死。”这时候许宣这才想起来自己的老婆根本不是普通人，他说的那些话是真的能做出来的。后来许宣是越想越怕，当天晚上就偷偷跑了。他跑到镇江的金山寺，见到了那里的住持法海和尚。法海一看就知道他身上有妖气，许宣就把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法海听完就说：“你那所谓的妻子啊，是一条修炼了1000年的白蛇精。她虽然现在没害你性命，但你看看你这几年的遭遇还不够惨吗？而且她还威胁要水淹全城，这说明她的妖性还在。你若继续跟着她，早晚有一天会没命的。”许宣听完也是感到害怕了，就求着法海救他。但是白娘子很快就找到了金山寺，让许宣出来。这许宣哪儿还有胆量？面对这只蛇精，他就躲着不见。白娘子也是暴怒，那法海也不能看着不管啊，
双方就打了起来。结果法海就把白娘子和青鱼精收进了一个金色的钵盂里。那许宣呢，他看着白娘子被镇压，心里也不是滋味吧，就拜了法海为师，出家当了和尚。但是许宣出家后，法海就让他每天都去化缘，凑集的钱财则用于修建一座塔来镇压白娘子，而这座塔就是雷峰塔。明朝的这个版本的结局是以悲剧收场的，白娘子被镇压在塔下，许宣出家当了和尚，俩人的爱情彻底破灭。但这故事传到清朝，老百姓就不干了。当时这个故事在民间通过各种戏曲这么一演，老百姓的同情心就全跑到白娘子那边去了。大家在看到白娘子被镇压那一幕时，有的观众都在抹眼泪，甚至站起来喊说法海是个坏和尚，人家白娘子也没做什么恶事，你一个和尚不好好念经跟着瞎掺和什么。还有人就说许宣是个没良心的男人，人家对你那么好，你竟然还亲手修塔镇压他。所以到了清朝，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整个故事的正反派来了个大反转，白娘子从妖女变成了多情多义的好妻子，白娘子的形象也彻底洗白了，而法海就倒霉了，从得道高僧变成了冷酷无情、拆散姻缘的反派。老百姓们为了黑他，还给他编了个黑历史，就说法海前世是个蛤蟆精，修炼石内丹被白蛇偷吃了，所以他不是替天行道，他就是公报私仇。这个理由一出来，白娘子所有行为就合理了。许宣这个名字也被改成了许仙，听起来也就更浪漫了。为了突出白娘子对许仙的情谊，清朝的剧本又给他加了2场特别重要的戏。第一场就是盗仙草，说是端午节那天，许仙非要白娘子陪他喝雄黄酒，白娘子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一小口。这一口雄黄酒下肚，他立刻觉得浑身发热，妖力开始消散。他感觉到情况不对，而此时的白娘子感觉自己快控制不住了，她的身体就开始起了变化。借着月光呢，许仙就看见他美丽的妻子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白蛇。许仙当场吓傻了，眼睛一翻，直挺挺的就倒在了地上，断气了。白娘子的酒劲儿过去后，看到躺在地上的许仙已经没有了呼吸，也是悲痛欲绝，然后就想起来昆仑山上有一种灵芝仙草能起死回生，于是白娘子飞上云端，是一路向西就来到了昆仑山。到了昆仑山也找到了灵芝仙草，但是刚要伸手摘的时候，一只白鹤挡在了他的面前。这白鹤其实是南极仙翁的坐骑，是专门守护仙草的，双方就打了起来。白娘子是节节败退，但还是不肯认输。最后白娘子体力不支，只能跪地祈求说要救自己的夫君，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南极仙翁也是被他一片痴心打动，给了他一株仙草。白娘子拿到了仙草，就飞回杭州，也救活了许仙。第2场重要的戏就是水漫金山，故事是说法海把许仙骗到金山寺软禁起来，白娘子和小青去要人，法海不给。白娘子为了救丈夫，直接发动大水就淹了金山寺。你看这一下，以前版本的那句淹死全城百姓的威胁，现在就变成了为爱而战。这2场戏，一家白娘子那种为爱奋不顾身的形象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她也就有了人性。而且清朝的戏曲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是说白娘子被压在塔下之前生了个儿子，许仙给儿子取名叫许世林，这孩子聪明好学，考中了状元。后来许世林衣锦还乡，带着官府的圣旨来到雷峰塔前，他跪在塔前大声说：“孩儿来救您了。”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于是雷峰塔轰然倒塌，白娘子重见天日，一家3口终于团聚。从此以后，《白蛇传》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爱情神话。咱们现在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基本就是继承了清朝这个版本，甚至还给白娘子加了个观音菩萨点化的背景，让她从妖彻底变成了仙。而且赵雅芝演的那个温柔善良、为爱牺牲的白娘子形象，已经完全看不出1000年前那个吃人的恐怖蛇妖了。那为什么一个妖怪吃人的恐怖故事最后能被硬生生给改成了一个歌颂爱情的神话呢？这背后其实就是天理和人情的一场博弈。在唐宋时期啊，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讲究存天理灭人欲。那白蛇就是人欲的化身，它代表着美色、欲望还有不守规矩。所以那个时代的文人还有佛教、道教，他们必须把白蛇定义为妖，是一定要镇压的。
因为这代表的是天理战胜了人欲，这在当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市民阶层崛起了，老百姓可不管你那么多天理，他就讲一个情字。老百姓觉得白娘子为了爱情反抗天理，反抗规矩，这叫敢爱敢恨，这才是真性情。所以在社会环境的推动下，白娘子的形象就自然而然的被洗白了。她越是反抗法海，老百姓就越是喜欢她，就越是同情她。而法海就从天理的维护者变成了封建压迫和不通人情的反派。所以说《白蛇传》1000年的演变史，其实就是一部人情战胜天理的历史。好了，以上就是《白蛇传》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以及演变的过程，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那么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